如何提高自身频率？在中阴界，你会看到什么样的幻境？中阴界与灵界有什么区别？灵魂需要面对的2个直击心灵的问题。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探究上面这几个问题，为你讲述鬼魂进入中阴后将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必要提前做好的功课，千万不要错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回家，进入中阴，投身入高频光圈。看了上期视频，一定有人在想，我知道了，死后别磨蹭，进高亮的光洞就可以通往高维空间，别瞎耽误功夫，尽快通过，说不定我就能脱生成伟人智者了呢。但不尽然。首先，如果那个频率比你灵魂自身的频率强大太多，靠近它会震上你的，就好像低压电器强行连上高压电一般。高压电器接入低压电最多是运作不流畅或不启动，但低压电器连线高压电会直接熔毁。所以劝你别在中阴里耍鸡贼或逞强。那该如何呢？首先，提高自身频率要在生前做到，还不是口头做到或认知达成，要能达成下意识的知行合一境界，举手投足压根儿就不用去想或判断，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了本该如此的状态。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与众不同的言行气质，对你来说仅仅就是真情流露、信手拈来这般的自然。其次，如果你不能在生前掌握空梦术，做清明梦，那你进入中阴前压根儿就无法动用逻辑意识。进入光旋前的你跟在梦中一样，只能跟随自己的本心本性梦游。今天你学到的知识，如果没能烂熟于心，也压根儿记不起来，更别说运用出来了。就好像现在的你，每天跟谁都能说上半天心法理念，梦里的自己呢，能做出几件让自己引以为傲的举动来？你的灵魂状态不是你白天的逻辑状态，而是你梦里的状态。如果不能把学到的运用到幻境，那这些个支箭压根儿就还不是能武装你的能耐。进入中阴前的一切幻境都是你自己内心中生化出来的，你所见到的任何人也都是你意识投射出来的。接引灵可以通透地预览你的记忆，化身成任何你想看到的模样与身份，说出任何你想听到的话，或者你最怕听到的话，化身成你最怕见到的人。这就是好说歹说。人生经历不光是喘气的这几十年，能演戏的地方也不光是舞台上的灯光下，他们不会放过任何可以给你带来教训觉知的机会，来帮你看清自己的执迷所在。如何判断自己当下的灵魂水平？很多人问，我的灵魂是什么颜色的？我现在是什么档次的灵魂？便是这个不用第三眼，自己看看自己日常的思想与行为在哪个状态，你的灵魂就是哪个次第。中阴界与灵界有什么差别？如果用较为通俗的比喻，我们可以把中阴界认知为国际航班中转大厅兼国内航班中转功能。怎么理解呢？中阴界是灵界中的一个职能部分，它独立运作。假如把阳间与阴间看作硬币的正反面，而阳间与阴间合计称为人世间，那人世间和中阴界又互为硬币的正反面。若人世间与中阴界统合则成欲界世间，欲界世间和灵界其中的灵欲界又构成了阴阳面合为欲界。欲界背面是灵界的色界。欲界其名源自欲望，渴望成长，欲求变得更好，欲想不要有欲望，都是某一类型的欲望。欲望的本质就是自我无法接纳自己当下本真的状态而升起的无明烦恼。色界里的灵已经安然地接纳了，臣服了，不再造作了。思想是空明的状态，但还有某种形式的形象可言。那些灵体还是以意识个体的状态存续着自己的独立性。欲色界和色界都是有形的有情众生，其反面是无色界。无色界意识体去掉了个体灵皮，飘荡间犹如云团，
不停地翻滚变化着，彼此融汇又离散，犹如流云。三界合计是世界，成为一面，另一面就是用意念生成这世界影像的虚空法界和其内的广义本源意识。世事30年为一代，皆是边际。世界一词的本意就是一世代的统合周期。归家，当一个鬼魂放下了内心的各种纠结，终于肯步入中阴时，会逐一面对一系列既定的流程。下面我按流程的先后予以描述。每个人在经历时都会按自己信念中的风格进行无意识的扭曲与符号化的装潢。在西藏与印度、东北与闽越、北欧与地中海、玛雅与埃及各个地方民俗里对中阴的描述历程类似，内容各不相同。不同的民俗认知传承与信仰对灵界架构的扭曲，主要表现在按当地行政的运作状态，构想官僚鬼神职能体系的运作形式与具体办事的鬼差的贪腐程度，认为礼品的多少与递送时机决定了灵界公文流程的速度与自身待遇的好坏。这些灵体被按照当地民俗艺术符号、着装习俗、传说英雄形象去塑造灵界人物造型，并匹配其时代的人物的语言表述习惯和民族的普遍价值诉求。膏香、头香、金银珠宝等物质利益的输送和布施放生等交易性福报交换应运而生，礼多人不怪嘛。可是能量意识体对你这些虚拟电子显像物品真的感兴趣吗？自迷的地缚灵，鬼是感兴趣的，引导灵就未必了。这些一层层附加上的习俗认知，导致了亡灵在游历阴间乃至中阴场景时看到的景色和人物造型都富有自己熟悉的民俗特征，灵体们所使用的语种和对话中的词汇，甚至个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极具民族与时代特征。就好像同一款游戏在不同国家发行时，会依据不同的人文法规修改游戏角色的着装、对话、背景与场景等构图要素，以便增加地域亲和力。阴间与灵界并不会主动依据地球上我们的个人喜好进行装修，一切都只是我们自己在异化贴图生成那些场景，赋予不同人物我们认可的皮肤造型，用我们能理解的词汇语种来翻译出意识波里的具体含义。当然，不管是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都经过了自我意识的扭曲。穿过光洞进入中阴，穿过光洞进入中阴外围区域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自己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所有片刻当下的回归。第一步，忆。那些早已被自己遗忘的细节逐一浮现出来，把你带入其间。每一个人生路口的抉择，每一次触及心扉的情感激荡，喜悦、悲伤、迷茫、勇气，皆历历在目。那些你想过但没有去跟随的可能性，那些不知不觉间错过了的人与事，那些因自以为是造成的误会，桩桩件件逐一闪现。你帮助过的、伤害过的、爱过的、背离过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已经离世，都会鲜活起来，让你又一次直面他们的双眸，犹如就在那一当下。当年的各种小心思，那些说出的借口或私下的盘算，此刻令人如此汗颜。这时你需要用第三人称视角去审视自己这一生中的各种行径与抉择，客观地对这个你所扮演过的角色给出一个中肯的评价，然后诚恳地反思与总结出这一生命历程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启迪。灵魂这时需要面对两个直击心灵的问题：一，此生令你最为骄傲的成就是什么？二，此生你感觉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是关键的时刻，相当于毕业答辩，你的回答直接影响后续流程被如何安排。在中阴界中的意识体的任何起心动念都会被彼此心灵感应到，这就意味着你压根儿没有机会用官话、套话、大话、言不由衷的假话去搪塞指导灵与接引灵，你的任何心理活动都明镜般显化出来，只要你心思运作，一切心路历程大家都立刻一清二楚。
事先被冠冕堂皇的标准答案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一生的作为就摊在自己的眼前。言行不一，知行相悖，即使说出高深的金句，也只不过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中阴第一步解决的问题是，我都干了什么？第二步，思。如果你的一生都是房、车、包包、老公、宝宝、婆媳大战、小三 PK、股市名利、加薪谋权，或者一生隐遁山野，经不离手，昼不离口，无为无争，学成了个呆子，那就别想直到临高看你一眼了。世俗的骄傲与争斗在灵魂看来毫无价值可言，名利场上的辉煌不值一提。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恋爱结婚生娃，养孩子到毕业考重点，闺女嫁给有钱人，含饴弄孙，死而后已，这和万千庸脂俗粉，和自己上次或上上次的每天有啥两样？回想这一生，面对灵魂两问，恐怕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突然感觉这题有点犯难，怎么做了这么多，却没有多少心灵上的觉知收获呢？难道人生还有比吃喝拉撒更重要的事吗？世俗概念上的年轻有为与浑浑噩噩的碌碌无为，都难以让自我的灵魂感觉满意。灵魂的所谓收获，是认知的提升，能量的丰满，能力的长进，是智慧层面上的成长。这一刻就是学问所在了。若人生中你能做到臣服于热忱，并付诸实践，跟随高我的指引，而非小我逻辑利益的得失，让内心的灵动感觉引领人生的脚步，而非利弊的权衡左右自己的方向，那你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地达成初心的规划。人生中最难的两道坎，世俗的评价与内在的恐惧，前者让你过不了灵魂的拷问，后者让你困顿在习气中，反复品味业力的推送。臣服不是消极的慵懒避世，把一切推脱给宿命背锅。臣服不是随波逐流的放纵自己慵懒无为，而是要积极地、无条件地跟随高我的指引，用饱满的热忱去行动，无条件地跟随。理解或不理解无所谓，跟上就好。回头再想，也会豁然开朗。别看是可能还是那些事，但其间进退拿捏尺度的不同，形成的效果就天差地别。这就是对万事万物互动中度的掌控力，收放间不以逻辑为标杆，而以感觉为尺度。就好像登山的路上，你的哥哥在山顶望着你开始攀爬，一路上都是羊肠小道，迷宫一般，分支甚多。每每你手足无措时，耳边隐约可闻哥哥的声音指点左右，可是你喊话时，他却又没有回音。信罗盘与逻辑，还是信自己的心声？万一自己幻听了呢？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悠然南山下，而是不被小我的逻辑意识拽着满世界去追逐虚名假利。慵懒或瞎忙活都是虚度年华的好方法，但灵魂投胎的初心却一件都没做成。很多人都问过我，怎么知道我的初心是什么呢？其实判断自己的初心很容易，你静下来，然后扪心自问，如果不为了物质的苟且，我最想达成的是什么呢？太多的人早早的为了性而爱，为了有人陪有人疼而嫁，然后为了家长而生了又生，把自己当成种猪一般过人生，养家养孩子，还贷款供读书，一生一晃便是暮年，只剩下人生遗愿清单长长的写满心头。总觉得还有机会，还有时间，然后就是无常与明天对赌着硬币的正反面。看到这里，希望点赞、评论、转发，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第17期结束，谢谢观看。